全岛了。对，有金属在里面，非常的赞。嗨，大家欢迎回来我的岛民日常。这天和室友起了大早，准备去全岛，也是我当时在濑户内第一次跳岛，所以相对没有做太多功课。大家可以把这一支当成轻松的 vlog 看就好。从高松到全岛没有直达的船班，必须要到直岛、丰岛或小豆岛转乘才能抵达，这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少人去全岛的原因。那我们那天想说要早点去全岛，想衔接上第一班从直岛过去全岛的船班，所以起大早搭第一班从高松到直岛的船。甚至在船上还可以看到准备要去直岛上班的北北们，超可爱。一下船我们就赶快去港口边的售票处排队买去全岛的票，结果居然已经卖完了，下班得等3小时后。我觉得这对刚开始跳岛的我来说是蛮冲击的部分，但现在比较懂跳岛之后已经可以理解了，毕竟船班蛮小，加上去的人也很多，如果真的很怕会遇到像我们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也可以花钱改买第一班的高速船来，应该就会比较保险一点。那因为多了3个小时，所以就干脆逛起了直岛港口边的店，顺便找了间咖啡厅休息一下。我们来间吃甜点打发时间。这间咖啡厅是一个很可爱的姐姐经营的，整个空间像是古民家改造成日式混乡村风的设计。那天去的时候刚好都没人，蛮舒服的。看评价都是写说甜点很像艺术品，实际上也是，连茶叶的选择都有非常多种，姐姐也会很有耐心的介绍。我后来点了一个烤布雷跟他推荐的00号花茶。巧克力饼干是苦的巧克力。最喜欢这种烤布雷打碎的时刻。这是我点的00号花草茶。是什么？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记得了。我那个很熟悉，但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味道，名字是什么？对不对？很熟悉，真的好神秘哦。它这个味道闻起来也很金香料，那种印度香料的某一种香料。我觉得我在按摩中没有闻过这种精油的味道。精油味也蛮像的。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对啊。你看，喝起来跟闻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喝起来好甜哦，甜吗？很酷。好喝哎。对啊，很甜哎。这是什么啊？对啊，这是什么啊？超现在是11点多。我们要回去，刚才售票处等，买12点10分、11点半开卖的那个票。那张要是再买不到，我们今天就不去全岛了。那个11点半卖，现在已经有人在排队了。今天已经结束黄金周嘞，大家真的好疯哦！这边排队的人也是刚才跟我们一起排队的人，太棒了！我们买到票了。我们早上6点起来，我们12点终于可以去全岛了。而且我们还获得了一张整理券，不知道的人还有我们在玩大阪环球影城，我们现在要去马里奥园区，期待吗？不期待。你已经累了吗？我6个小时都还没有到。而且那个船这么小，怎么可能有办法把这么多直来直岛要去丰岛跟去全岛的人都在玩？上船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上船。发船经过22分钟后会先抵达丰岛，再接着经过25分钟就会抵达全岛了。
一下船就会看到大家又在疯狂排队，因为回程的船票也有限。我们那天到全岛的时候，回程的整理券是一下船就可以去案内所领取，领完之后就顺着人潮移动到隔壁的游客中心售票处买船票。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领整理券的实际用意是什么，不过照着规则优先准备都是好事，不然如果没搭上船的话，就得从冈山转回去，会非常麻烦。买好票之后就可以开始逛全岛了。全岛之所以被叫全岛啊，有一个很大的石头长得很像一只狗狗的样子，在这个全岛的山顶上而得名。然后有个传说是菅原道真，反正就是落难在这边，然后好像因为听到了他养的宠物狗吠叫声而获救，所以就在这边供奉这个狗狗模样的石头。全岛面积不大，所以整个岛都是用步行的方式游逛。岛上除了有必看的精炼所美术馆之外，还有植物园和家计划。是的，这里也有家计划。当初便是在直岛上观察到了家计划的成功，因此希望将这个概念复刻到全岛上来，请来妹岛和世规划建筑载体，邀请多位艺术家共同进驻，利用巷弄和艺术品的交错，创造生活艺术化的有趣性。在全岛上，家计划系列大部分是以英文字母加底的方式命名的，取自原本住户姓氏首字的罗马拼音字母，比如叫 Yamashita 的话，就会是 Y 底。首先 F 底是由明和晃平所创作的 Biota， 他擅长以宇宙、自然为主题。这座巨大的雕塑就是以宇宙大爆炸为设计，用类似发泡剂的材料模拟出爆炸的瞬间。左右两侧则以动物和植物区分，展现生命起源的样貌，而镜面的反射也很像在呼应宇宙的无限性。S 底和 A 底相邻，两个展品的展示载体也都是妹岛和世创作的。弯曲的透明亚克力让我想到它和西泽立卫在金泽21美术馆里大量使用的玻璃落地窗，打破视野在空间上的限制，把全岛的景色和艺术品分开的同时，又能在眼睛的视角里融合，是我很喜欢的概念。S 底的命名大家听到应该就会会心一笑，它叫做隐形眼镜。在无数个重复的圆形凸透镜里，就像是进到昆虫复眼的世界。作为拍摄者的你和背景的全岛也会一起倒立在他的眼睛里。A 底则是来自巴西的艺术家，把他在岛上观察到的景色利用色块拼贴在亚克力墙之间。当你坐在艺术品的正中间时，不仅可以透过亚克力的折射感觉作品的变化，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欣赏全岛的一片天空。再来是我也很喜欢的作品 I 底的 Self Loop， 来自冰岛的艺术家在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发现隔开的两个空间很像镜子的反射，以此为灵感设计了不同角度的镜面。当你走到镜子前，选择观看的角度和透过镜子看出去的景色，都是体现艺术家想传达的看见与被看见的两种状态，是一个和观看者一起创作才能完成的作品。接下来的这个作品，顾名思义便是石器职人曾经居住过的场所，不过荒废至现在已经没有建筑物，只留下空地的遗迹。艺术家前景玉介便在这里利用白色热塑性材料为画笔，绘制只存于想象中的动植物。有趣的是，在绘画的过程中，他也邀请岛上的居民一起参与，所以也能在这一大片创作中找到几个呼应全岛上的图案哦。因为时间关系，所以那天逛完家计划和美术馆就回家了。遗珠之憾是没有走到植物园那一带。还有 Flower Fairy Dancers 这个很可爱的艺术作品。听说秋会期还会有限定的舞蹈表演，有兴趣的大家记得锁定艺术季的官网参加。加油！6月要去熊野古道，7月要去富士山的女人，7月还不一定，哭出来。那接下来就要进到今天的重头戏，前进全岛精炼所美术馆。我们现在走的是前人要去上班的路。1909年在全岛上风光开幕的精炼所，因为铜价大跌的关系，只经过10年便关闭，成为铜冶炼厂遗迹。直到2008年才在贝勒森集团购入后改建成精炼所美术馆。当时集团董事长福总一郎先生认为精炼所稍纵即逝的光景像极了日本战后作家三岛由纪夫对现代主义的警示，便希望以它作为美术馆的设计主轴。负责的艺术家柳信典认为废墟遗址很像希腊神话伊卡洛斯的故事，这点呢也正巧在三岛由纪夫的著作《太阳与铁》中提及过，因此便以这两者为主轴设计。由于馆内不能拍照，而且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是只能在现场感受的珍贵体验。一进到里面会是微暗的长廊，你只能循着前面的光源前进。但当你走向光源的时候，会发现路原来不是笔直，而是9弯18拐。所谓的镜头，则是透过很多面镜子折射过来的天空。这个初体验完全体现了伊卡洛斯被困在迷宫里的感受。你以为的出口其实是虚假的，你以为的路其实也不是脑中所想。
我个人非常喜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离开展馆后的心得。我们来采访一下看这个，吓死了！不要一个人来，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那个镜子很值得来耶，没有这么害怕。很害怕。他刚刚进来的时候一直抓着我的手，手都红掉了，根本就不是这一只。回到美术馆，穿过长廊进到第二个空间后，会看到一块巨大的石板。这是柳信典特地在岛上切割，重达44吨的花岗岩块。除了呼应全岛采石业的背景之外，岩石具备储存热能的作用，也和精炼所的烟囱效应互相影响，让美术馆内部的温度平衡得以全年冬暖夏凉，是兼具艺术与实际用途的创作。和10块在同一个空间的 Hero 干电池展示的家居用品，正是三岛由纪夫25岁的家中实际使用过的器具。让我们走进他的生活痕迹里。我们不是有爬上去个楼梯看的，很无限城那边，它好像是艺术家告诉大家一个寓意，就是当你一直不停的追逐着工业革命发展很过度、很旺盛的话，那最后就会导致陨落，就是那个楼梯最后没有任何的路，你往那个烟囱的方向爬，到最后是没有路的。后面到这个炼铜也就是10年而已。没错，就这样子，啪没了。会不会没灭？没错。虽然这次没有把整个美术馆的作品都介绍到，但相信你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美术馆的精彩之处了。不止艺术设计和美术馆历史呼应，甚至建筑师3分1博志利用建材特性结合净水系统，创造出能自然循环的设计，也是受到大奖肯定的。想象一下，在一座遥远的小岛上有一座这么厉害的美术馆，不觉得就很值得来一探究竟吗？逛完馆后还有一点时间，于是我和朋友就决定顺着外面的步道，沿着精炼所的遗迹继续绕一圈。精炼所的标的物这么多根欸，所以说我们看到的精炼所美术馆，会不会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就有可能原始的地方是到这边，甚至可能这个的底下全部都是。好，那一块基地可能比较适合拿来改造。然后这边现在就变成了遗迹的一部分了。莫名其妙那边开始玩叠石头游戏。哦，失败。你这个太大了。耶，成功了！妹妹，你再试一次。生气了！欢迎大家来挑战。这个画面真的太像假的了。哇，那边那个湖看起来颜色也好漂亮哦。我们到了另外一个遗迹，哇，这个很厉害耶，这好壮观。哇，保留的真完整，好像一个什么剧场哦。七星潭挑战第2次，哎，它上面壳超小的，超难，超难的。哇！我没跌倒。这个是不是也就是那个石头？那就不错。它真的长得跟一般，很酷哎，它真的是反光的哎，就是它有，它真的有金属。对，有金属在里面，太帅了。对啊，很有趣。从那个美术馆这样走出来，逛完屋顶上那一圈之后，往旁边走，沿着这个楼梯走上去，逛精炼所的遗迹，然后逛到后面，可以再看到那个发电所的遗迹，最后可以从这边这样走回来，刚好是一圈，可以把整个精炼所逛完，非常的赞，就不用走回头路了，不然回头路也是蛮多阶梯的。天哪，这都是鱼哎！啊，他们怎么都不动啊？对啊，他们很没有活力，他们是要死。越讲越小声，超好笑。这是往海边的路吗？哇，海离我们好近哦。鱼更近了。哇，真的耶！哇，他们是鲶鱼。啊，精炼所拜拜，全岛拜拜。点了一个鲷鱼饭团。你吃什么？苹果派。苹果派。甜冰淇淋。这是我们的午餐呢，现在3点了。累死。下午茶吗？对呀。啊，外面超漂亮的。
总结来说，虽然全岛精炼所美术馆的票价相对较高，岛的面积较小，作品数量不多，交通也比较麻烦，但却会是我艺术季里面前几名喜欢的岛屿。喜欢这个岛的历史背景和现在活化后的转变，走着以前的人走过的路，就好像可以穿越回去以前的时空，是很特别的体验。希望大家来到艺术季不要错过这个小岛。那全岛的记录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个岛再见，拜拜。